兄弟们，在开始今天这期视频之前，请允许我再把桌子擦一下。人们都说生活要有仪式感，更何况今天这套东西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，值得好好对待。正主上场就是这套东西了，请注意我用了一个套字表示，说明这里面的东西绝不简单。同时，通过这个红色的 logo， 也意味着它出生在哪里。不卖关子了，今天我要开箱的这套东西，就是售价接近13000的 ROG 游戏手机3电竞装甲套装，也就是我今年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虽然晚了那么几天，现在开始开箱。其实我有些搞不懂 ROG 这一波的销售策略。得到15号上市的消息后，我第一时间去某东等着，结果啥也没搜到。后来才发现，这套电竞装甲竟然只在某某销售，随后第一时间拿下。所以我想，我这可能是全网第一个开箱这套装备的。这包装也太结实了吧！开箱的同时说点题外话，忙活了一年，我就想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所以最初想买的礼物实际上是佳能 R5，但奈何从9月份抢到10月份，每次都是毫秒售空，送来我手速惊人，也只能无语问苍天，我恨呀！后来我退而求其次，准备先买个够久替换一下我的大疆，但没想到那个500个套装也是没货，有钱人咋就这么多呢？所以说这都是缘分。无意间看到了电竞装甲开售的消息，一看就喜欢上了，也就有了今天这一期视频。左边红色眼睛，右边腾讯游戏，意味着这又是一个腾讯深度定制的游戏手机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我去年买过 ROG 游戏手机2，所以对他们的手机是非常熟悉的。但今天这款手机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一整套东西。接下来，先让我怀着激动且颤抖的心打开盒子。看到没？凭啥人家敢卖1万多一套？因为这里面还有个箱子，而且还是带密码锁的，一种007的神秘感扑面而来。哎呀，还不轻呢！按照产品页面上的说明，电竞装甲搭配的这个箱子可以装这套游戏设备，同时也能当旅行箱使用，一箱多用，经济实惠。箱子摸起来挺精致的。再加上这俩密码锁弄得像是个核弹密码箱一样，这要提出去会不会被人高看两眼呢？初始密码3个0，还带了一个海关锁。来吧，接下来才算是真正的开箱，咱们马上就要揭开这套豪华游戏套装的真正面纱了。有点小紧张呀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咱们先把箱子放下。来，开箱。哇塞，眼前所见就是 ROG 手机3电竞装甲版的全部装备了。所以大家大约也能明白，这套东西为什么敢卖1万多，因为通过组合可以用它们搭配出不同场景的游戏平台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些装备。首先是这个小盒子，因为它自己待在角落里怪可怜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做过功课，这是套装里面的双屏扩展核3，自带一个144刷新率的电竞屏幕，用它搭配手机可以一机两用，实现很多奇妙的玩法。拿在手中不是很重，按照产品页面的数据，它自带一个5000毫安的电池，同时也内置一套风冷散热系统。更具体的我就说不出来了，因为我还没用过。这是开启后的样子，上面是它自带的屏幕，下面是放手机的。稍后等我学会了，给大家具体演示一下。中间这是什么？像个弹匣似的。哦，这是一个充电器。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游戏手柄，官方名字叫做双控手柄3，顾名思义，这是第3代产品，可惜前2代没钱买。整个手柄的握感感觉和 PS4 的很像，当然既然是双控手柄，它应该没这么简单。让我找一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。研究好了，按下这个开关能把外层的手柄取下来，然后就可以把所有小手柄单独拆下来了。这种组合方式有些类似于 Switch 的手柄。这是拆下来的手柄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装到手机上，直接把手机变成掌机。别说，这手感还真不错。该看一下这个大家伙了，这是一个桌上型游戏机座，通过它能够把手机屏幕共享到显示器或者电视上，实现在大屏幕上玩手游的目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 Switch 主机，只不过它连接的是 ROG 手机。作为一台游戏机座，这接口部分是非常丰富的，正面也很有 ROG 产品的家族设计感，同时这散热孔也出奇的多。侧面一个 DP 1.2，一个微型 USB 3.0，一个 SD 卡插槽，这是一组输入接口，比如把主机接到这里，实现电脑和手机内容的切换。重点还是要再看一下背面，从左到右，麦克风和耳机插口，一个 HDMI 高清接口，一个 DP 接口，都支持 4K 60赫兹的画面输出。这边还有一个网线接口，然后是4个 USB 口，还有一个 Type-C 充电口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产品页面上说这个基座是可以连接鼠标键盘的，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鼠标键盘来玩吃鸡，稍后咱们测试一下。那么终于轮到主角出场了，说了这么多才轮到开箱手机，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忍耐力了。这下面还有个手机壳，拆开看看。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大家稍等。嗨，伙伴们，这就是这个双控手柄其中一个用法了，直接把手机化身掌机。不得不说，这手机的外包装很有创意呀。不过我应该怎么打开它呢？
我找到门路了，竟然是抽拉式的。打开以后分成2部分，一个是配件包，一个装手机。来不了了，我决定先看一下手机。这手机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重，第二感觉是大。它用了一块6000毫安的电池，以及一块6.59英寸的屏幕，而且据说屏幕还是144刷新率，拥有1毫秒的响应速度，这也很符合它电竞手机的身份。拆掉保护膜看看。兄弟们，看到这块屏幕我有话说，我对刘海屏挖孔屏是深恶痛绝的，感觉还不如这上面直接留一长条来的好看，所以这也是我入手这款手机的原因之一。个人感觉很多厂家在追求全面屏的路上有点跑偏了。这款手机搭配了24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，拥有人脸识别功能。背面相机组从左至右分别是来自索尼的6400万 IMX686、1300万超广角，再加一个500万微距镜头。对了，看到这个三角形状的透明部分了吗？这里装的是 ROG 独有的散热系统，叫做矩阵式液冷散热 3.0。对于 ROG 的散热技术我是挺放心的。大家也知道我有一台 ROG 游戏超薄本，散热真的很强大。这里我要忍不住吐槽一下，随机带贴膜是好事，可这里明显没贴好呀，里面的东西挺怪异的。我们继续看，底部只有一个 Type-C， 右侧一个音量键，一个开机键，而左侧上面是 SIM 卡槽，中间这个按照介绍应该是一个连接游戏机座的接口。来吧，接下来马上开机。设置过程一路 OK， 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在进入系统之前，我们还可以选择看一个 AR 小视频，方法就是扫描包装盒上的 logo， 然后就可以开启游戏了。瞧，就是这样。进入系统，一股科幻风迎面而来，对于习惯了其他安卓机的我，一时间还有些不太习惯，所以我准备先熟悉几分钟这手机的功能，再给大家继续介绍。嗨，伙伴们，我学成归来了。经过几分钟摸索，我已经完全熟悉了这款手机，并且相关的配套组件也一一掌握了用法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开讲时间。首先，这款手机的流畅度真的没话说，得益于高通骁龙865 Plus 加持，再搭配16G 内存，它的运行速度可以用飞速来形容。另外，通过它自带的智控中心，还可以开启 X 模式。官方说法是可以在玩游戏时得到全方位的性能提升。为了更直观的展现手机的性能，我用娱乐兔子跑了一下分，这是最终的分数，64万，够强悍吧？另外，我还安装了号称最考验手机性能的手游《原神》，并把画质调整到最高，这就是最终呈现的效果了。对比 ROG 2，画质确实在感官上有了很大提升。当然，这么高的配置下，卡顿是绝不会存在的。不过，为了充分的散热，我们最好把这个酷冷风扇3装上，这样一来，不管玩多久都不用担心发热问题了。风扇会根据温度智能运转，灯效也会变化，非常炫酷。当然，如果不习惯手搓，还可以把手柄装上，通过简单的键位映射后，就可以用手柄操控游戏了。同理，吃鸡游戏也可以用手柄操作，非常方便。而且本身这套装备就是腾讯深度定制的，所以你懂的。当然，习惯了手搓的玩家，它自带的2个超声波肩键也同样好用。接下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，就是它的拍摄系统。在这里面有个运动追踪模式，当我们锁定一个目标后，不管如何移动物体，它都能自动对焦到该物体上，这很适合 vlog 作者呀。另外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它竟然还支持拍摄 8K 视频，只是不知道我的主机能否处理得了。实际上60帧的4K 已经足够我用了。对了，大家看到顶部 WiFi 信号标志有啥不同吗？它上面有个6，这部手机支持 WiFi 6，而恰好我家里有一组华硕的 WiFi 6路由器，刚才试了一下速度，不可描述呀。当然，这部手机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，更具体的功能无需我多做介绍。下面让我愉快的为大家演示一下这套游戏装备的具体玩法。首先有请双屏扩展盒上场，第一步打开盒子，第二步安装手机，第三步推动开关锁定设备。瞧，这就是这台双显设备的具体效果了。它直接把手机屏幕一分为2，从而实现很多好玩的玩法。比如你可以上面看攻略，下面打游戏，或者上面看视频，下面聊微信，一机两用，简单粗暴。当然，如果这般的游戏强者还可以一心两用，同时操控2个游戏，专业过硬，就是这么霸气。下面咱们的重头戏来了。如果你感觉这6.59英寸屏幕还是太小，那么就轮到我们的游戏机座上场了。它最高可以支持 4K 显示器，恰好我有一台，稍等片刻。兄弟们，这效果如何？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一台游戏主机吗？通过这套东西，所有手游都可以在大屏幕上玩了，比如显示器、电视或者投影仪。这是可口飞车的效果，这是拳皇的效果。当然，吃鸡游戏也不在话下，甚至我们还可以接上一套鼠标键盘来玩吃鸡。这里我用的是一套无线键鼠，更方便一些。瞧，非常好用，没有一点延迟，而且这可是官方认可的设备，并且在进入游戏时也没有判断为模拟器。至于进入游戏后能匹配到什么玩家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游戏玩家来说，这套装备是具有致命的诱惑力的。它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手游的玩法，
而且估计也只有拥有板卡和笔记本研发功底的 ROG 才能做出这套东西了。顺便提一下，手机随机带了2款保护壳，其中这一款炫光外壳支持神光同步，特别是在暗光线下，实在是太炫酷了，不愧是登场的产品。那么既然有了这么一套强悍的便携装备，旅途之中肯定不会寂寞。我思考了半秒，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了。